对俄罗斯来说呢，这土耳其是分化欧洲和北约的一个抓手。普京呢，这一下就放出一个高招，乌克兰战场上，他突然就出现了土耳其大兵为俄罗斯作战，这事儿让人感到太意外了吧？这对手呢，这其中居然还有北约士兵，你说这是北约内部在出内讧了吗？欢迎来到张斌观察，我是张斌。不久前呢，在中亚就召开了一个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的第6次峰会，普京和埃尔多安俩人不就在这会晤了吗？这会晤后没几天，乌克兰的战场上出现了为俄军作战的土耳其雇佣兵。这些大兵啊，一边打仗还一边拍那个小视频呢，而且那个视频里故意还露出身后边那个土耳其的国旗，还生怕别人不知道我是土耳其人。俄乌战场上呢，现在已经出现了各种乱象，你就说打仗的吧，已经不是俄乌两家了，出现了一大批这个北约国家的这个雇佣军和俄罗斯开打，时不时他们也来这么个小视频，也展示他们背后那个自己的那个国旗。有些人呢就被认出来，这就是北约国家现役的军人换成了一个志愿者的身份，换了成衣服，他就说是志愿者了。现在可好，同样是北约国家的土耳其大兵开始打来自北约国家的雇佣兵，这在某种程度上还真就是一种内讧了。那么普京到底使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招数，让土耳其突然搞了这么一手呢？普京这边啊，他要改变这个欧洲的能源格局，给土耳其发了一个大红包。咱们说现在这个俄罗斯它主要是靠卖能源来获得收入吧，你就说天然气这一项哈，每年呢向欧洲大约要输出1亿5千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呢，主要是通过北溪和波兰的那条友谊管道以及乌克兰的管道，还有在南边经过这个黑海海底，穿过黑海海底到土耳其的这条管道再转向欧洲。美国呢就极力破坏现有欧洲的这个能源格局，不让欧洲有这个能源自主，特别是不让德国有这个能源自主。你看北溪天然气管被炸，咱就不管是谁的吧，这客观上就往这个破坏欧洲能源自主上做出了第一步，同时呢，这也是动了俄罗斯的钱袋子呀。所以俄罗斯必须调整它的能源布局，特别是对欧洲的这个能源格局。所以呢，就和埃尔多安就商量了，说我在你们土耳其啊建设一个天然气中转站吧，以后啊你们就是我输送到欧洲天然气的中间的这个枢纽。而且普京还跟埃尔多安说这个枢纽啊，它可不是一般的中转站，还可以参与定价，是个定价平台哟。这意思啊，这一听这就明白了。第一，以后输出到欧洲的天然气，俄罗斯要转为走土耳其。第二，咱们两家合在一起是掌握定价权的，你们土耳其可以中间商赚差价。你说这不就是天大的好事吗？埃尔多安当然就喜出望外，肯定就答应了。那对俄罗斯来说，反正要往欧洲要输送过去，都是要设中转站的。你与其放在波兰和乌克兰这么危险的地方，这靠不住的地方，还不如给这个土耳其呢。土耳其呢一直是谋求加入欧盟，但是欧盟呢只对土耳其的年轻劳力和这个市场感兴趣，那并不希望这个另类的大块头挤进欧盟，那本质上就是排斥的吧。无论是从宗教还是从这个种族上来讲，都是排斥土耳其的嘛。所以对土耳其你看看，对欧盟那可是热脸贴了60年的这个冷屁股，也是好没办法，也就是偶尔用点什么问题，比如说搞点这个难民这个问题啊什么的，恶心一下欧盟啊，讹一些散碎银两而已。但是普京这一招一出啊，就等于把欧洲能源命脉一部分分到了土耳其的手上，这对土耳其来说是一个长期饭票啊。因此呢，土耳其现在派点所谓的志愿者去帮俄罗斯打仗，这又算什么呢？据说呀，土耳其甚至说可以向俄罗斯出售无人机，并且训练俄军适应北约的作战体系。但是这话说的是有点大了。但是啊，俄乌冲突发生到现在，很多事儿就真的不好说了。现在普京出招了，埃尔多安就赶紧把这下接住了。那么后边的实际效果会怎么样？那要看俄罗斯履约的力度。还有啊，美国方面他能开出什么价码来拉住土耳其，能不能压过普京的价码？还有一点呢，如果说这事儿要真是办成了，那估计啊，这个途经黑海的这条土耳其西气管弄不好也会被炸。